震惊，卡年与活塞来到悬崖边缘。时隔3年，黑八即将重现。日食，雷霆横扫太阳 ，SGA 与迪龙重归于好。季后赛第10天都有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东部第一底特律活塞继续在起亚中心客场迎战奥兰多魔术。上一场比赛，活塞的失利让魔术主场播放了那首魔性的音乐，也让自己陷入1-2落后的被动局面。本赛季常规赛，活塞的全明星球员杰伦·杜伦场均可以得到19.5分、10.5个篮板。在赛季末，当坎尼安因为气胸缺阵之后，杜伦更是撑起了活塞，让活塞稳坐东部第一。赛季结束之前，奥斯尔·汤普森在镜头面前力推杜伦入选本赛季 NBA 的最佳阵容。Can we get Jalen Duren All-NBA? The East run through Detroit, man. 然而，到了季后赛，杜伦在进攻端陷入了迷失，场均得分不到10分，这让他遭到前 NBA 得分王卡梅罗·安东尼的锐评。Supposed to be the next great big man, American big man.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tamp that, so why not go out there and do it? You're the #1 team. 上一场比赛赛后，活塞的一众外线球员都希望帮助杜伦更多的参与到进攻中来，但是今天效果仍然没有太多改变。从系列赛开始，魔术队小温戴尔·卡特的存在让杜伦在攻防两端都非常不适。值得一提的是，温戴尔·卡特的女朋友是前 NCAA 冠军球员、WNBA 明星球员安吉尔·里斯，而里斯的前男友正是杜伦。赛后，里斯转发了今天魔术队的集锦，而第一个镜头就是杜伦惨遭隔扣。这位隔扣杜伦的球员叫做贾马尔·凯恩。从2022年进入 NBA 开始，凯恩一直都只能得到双向合同，辗转于 NBA 与季联赛之间，直到今年的附加赛之前，他才正式被魔术队转正。然后他在今天贡献了这记精彩的隔扣。但是扣篮与得分并不是凯恩的主线任务，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活塞队的王牌球员凯德·卡尼安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My whole job tonight was to try and make K's life difficult. 本场比赛，活塞全队出现了17次失误，而卡尼安一个人就有8次。在过去的3场比赛，卡尼安已经出现了24次失误，创造了 NBA 连续3场比赛失误数总和的历史纪录。但即使这样，活塞队还是有获胜的希望。比赛还剩1分16秒，活塞将分差追至只剩3分。但就在这个时候，魔术队戴斯蒙德·贝恩命中了一记关键的打板3分，奠定胜局。在贝恩投进3分之后，球场边有这样2位眼熟的球迷为他激情庆祝，他们就是贾莫兰特与小贾伦·杰克逊。Oh, I mean, it's special. You know, those are guys that I spent 5 years with. You know, started my career with, made a lot of memories with. 从贝恩2020年进入联盟，他们3人代表灰熊一起打了5个赛季，征战过4次季后赛，还一起登上了 Slam 杂志的封面。曾经的他们是冉冉升起的青年军，是 Grind City 2.0 时代灰熊的希望。可惜的是，短短4年之后 ，Slam 杂志封面的4人，如今已经效力于4支不同的球队。毫无意外，赢球之后，魔术的主场再次 Play the Song， 播放了他们那首魔性的主打歌。而这个吉祥物，恰巧就是杜伦一直以来最讨厌的吉祥物。I don't know why, but the first one I thought it was the Orlando Magic mascot. 3年前的今天，2023年东部季后赛首轮，东部第8迈阿密热火淘汰密尔沃基雄鹿，完成黑八。It's not a failure, it's steps to success. Michael Jordan played 15 years, won 6 championships. The other 9 years was a failure. 3年之后的今天，东部第一底特律活塞也在今天来到了悬崖的边缘。而说到贝恩、莫兰特与杰克逊，与他们一起登上 Slam 杂志的另一位队友迪隆布鲁克斯与太阳，也在今天迎来了他们的背水一战。主场作战的菲尼克斯太阳已经0-3落后于雷霆，今天的第4场比赛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同样没有太多悬念，从第2节最后开始，太阳再也没有追上过比分。系列赛中面对太阳所有的排兵布阵，雷霆都能给出完美的解答。They have all the answers to the test. They've been tested together and they've been together for years. So that's an advantage. 而雷霆的王牌球员 SGA 在整个系列赛交出了33.8分、8次助攻的大军，他的表现也让太阳的全明星德文布克心服口服。He's the MVP of the league, and he's playing the best basketball in the league for the past 2 years. 更加恐怖的是，从3月17日以来 ，SGA 在第4节交出了17投16中的表现，也就是说，在最近1个半月的所有比赛的第4节，他仅仅投丢了1球。So it's just always about like getting the best shot every time down as the game's going down. And 今天比赛的第4节并没有 SGA 发挥的空间，他们几乎一直保持着10分以上的领先，最终完成横扫。在完成横扫以后 ，ESPN 做出了这样一张图，配文 OKC Lipst 被雷霆时
这个词是用代表雷霆的 OKC 与 Eclipse 日食结合起来组成的词。图中的 SGA 就像日食一样挡住了身后的迪隆布鲁克斯，而雷霆也像日食一般挡住了太阳的晋级之路，完成横扫。说到迪隆，这轮系列赛，迪隆在 SGA 的对面用自己的进攻、垃圾话与心理战，尽力干扰 SGA 与他的雷霆队。而在今天系列赛结束之后，迪隆终于与 SGA 这位国家队的队友重归于好。他面带微笑与 SGA 拥抱在了一起，而 SGA 也再一次将自己的赞美献给了迪隆。No matter what people say about him, he's a really good guy. You get to know him. So yeah, all that villain stuff doesn't faze me. I know exactly who Dylan is. 赛后，因为腿筋伤势不能上场的杰伦·威廉姆斯忙着发 SGA 的丑照，而 SGA 早已经在准备下一轮系列赛了。下一轮，雷霆将面对火箭与湖人的胜者。I've already been watching all the Lakers and Houston series, so just continue to do so. Watch both teams, see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掘金与森林狼的系列赛回到了丹佛。在今天的比赛之前，森林狼已经在上一场比赛拿到了赛点，但是他们的主将安东尼·爱德华兹也在这一场比赛遭遇了膝盖的骨挫伤与过度延展，归期未定。之前的垃圾话以及上一场比赛最后的冲突，让森林狼的杰登·麦克丹尼尔斯成为了丹佛的头号公敌。今天来到丹佛，他当然受到了现场球迷的热烈欢迎。It's cool. I mean, I like it. You see, I'm probably shaking my head the whole time they booing me. I'm laughing, so they can't get in my head. I already expect it to come. 回到主场的约基奇终于走出了之前的投篮泥潭，他以60%的命中率拿下27分、12个篮板、16个助攻。截至今天，约基奇已经在季后赛拿到了20次20+3双，仅次于勒布朗詹姆斯的26次。而今天的主场比赛，背水一战的掘金没有给森林狼任何机会，他们从第一节就保持领先，最多时一度领先了27分。第4节，掘金的主场球迷高喊 McDaniels sucks， 麦克丹尼尔斯烂透了。很明显，森林狼需要爱德华兹的影响力，但是他什么时候能复出还完全不明朗。目前爱德华兹的状态是 week to week， 也就是说他基本不会在这周复出，但是这周这轮系列赛将注定结束。尽管缺少了爱德华兹， NBA 名宿特雷西·麦克格雷迪仍然对第6场的森林狼充满信心，这是他的理由。If Julius Randle comes out with the mentality that he wants to be a superstar in Game 6 and take over that game completely, and he can get Ayo and these guys and Bones and these boys to make shots and play the way they've been playing, it is not going to be an easy walk like we think it should be going into Minnesota. 之后的季后赛还会发生什么？还会有什么样更有意思的小故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